在刚刚过去的北半球夏至、南半球冬至，地球和人类到底经历了什么？在能量层面上，可以说是地球和人类的一个大里程碑。我当时是在高龄们的不断催促下，匆匆忙忙地做了上个视频。我也没有想到，那个视频就是需要给很多人看到。如果你看到那个视频，还认真执行了视频里的建议，从个人角度来说，这对你接下来的整个人生都是受益的。从地球和人类扬升角度来说，你为了整个扬升进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再往大了说，从整个银河系、整个这个宇宙的角度来说，每个人的能量清理和提升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合一的能量，我们是一 oneness。 高龄们让我和你们说，很感激你们，谢谢你们。还有这几天都吃得清淡一点，因为身体在适应和整合新能量。现在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至日、夏至、冬至那么重要，是能量的里程碑。之前视频里说的 supernova 给这个宇宙提供了5波能量，这5波能量对我们的脉轮和整个能量场有强烈的清理作用，目的是为了腾出空间，可以接收新频率的能量。并且这个 supernova 的冲击还打开了这个宇宙里的很多能量星际之门。这些星际之门自从地球从5维度降落到3维度后就没有再打开过。也就是说，从亚特兰蒂斯时代之后，这些能量星际之门是第一次再度打开。虽然这些年有很多其他的大能量通道打开，比如8月8日的狮子之门、11月11日的能量门户和春分、秋分的能量通道，但是和这次的能量星际之门的能量强度还是有差别的。这次的至日能量是揭开了一个能量强度的新篇章、新高度，更像是一个能量盛宴，贯穿整个地球，到处都是能量带、山脉、湖泊、海洋、草原、沙漠等等等等，到处都有肉眼看不到的能量经纬线。这些能量线如果畅通并且频率共振，当它们交汇的时候，那个交汇点会形成能量漩涡。这就像我们的脉轮一样，我们人体中脉上的7个主脉轮是我们能量交汇的大汇聚点，但是我们能量场也是无数的经纬线组成的，所以我们人体上的小脉轮能量漩涡到处都有144个。地球也有自己的7个主脉轮，也有无数的能量线连接点。这次的至日能量给地球上的大大小小的能量交汇点都带来了能量冲击，产生无数的能量漩涡。这些能量漩涡除了整体提高地球频率外，还给很多有缘分的人提供了记忆下载。这些有缘分的人会慢慢想起自己星际种子的身份，在高维度生活的记忆，在地球古代文明生活的记忆，古埃及、亚特兰蒂斯、雷穆利亚。现在来说一下这个至日的能量盛宴下，高维度存有在干嘛？非常肯定的是，至日的前几天，高维度存有就在很靠近地球的地方观察并协助。在至日能量高峰的时候，有很多地球上的灵性大师和灵性团队和高维度存有一起做了很多能量工作。
物理地球的外围有很多的能量网格，有些是这几年为了地球和人类的扬升新放置的高频能量网格，比如水晶能量网格、星际种子能量网格，也有放了几千年为了困住人类的低频网格。我们通常叫这种低频网格 Matrix 矩阵。这个低频网格当时放置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人类想起我们是源头的延伸，我们是神圣爱的存在，我们不是分裂的个体，我们是合一。这个低频网格在这次的至日能量高峰的时候彻底被移除了，并且新的高频能量网格被建立并放置在了地球的能量场里。新的能量网格是合一的，没有二元对立的高频能量，目的是为了瓦解各种不合一的能量，种族、性别、宗教、贫富、社会阶级等等，这些不符合团结合一的能量都要被瓦解。在能量高峰的那段时间，地球的昆达里尼从南极启动，一直冲到北极。这股能量和至日的能量、高维度存有的能量，还有地球上我们爱的能量，一起加固了这些高频的新能量网格和5维度地球的时间线。参与这次能量工作的高维度存有大天使长、扬升大师，还有银河系的星际存有，天狼星、大角星、昴宿星、仙女座等等大批的9维度以上的存有，还有高维度的海豚和鲸鱼，它们是来解锁水里能量代码的。以上都是这次能量带来的好消息，但是对于依然沉睡、选择抓住旧能量的人来说，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原来相信的、依赖的信念都在瓦解，曾经的安全感来源不复存在，会发现这个世界怎么不按照原来的样子出牌了？这会激起很多应激反应，会变成更大的分歧，比如领土争端、财富抢夺，我的、你的。从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更分裂了。其实这种最后的挣扎是扬升的必经之路。刚才说的是集体层面，那么从个人层面上的挑战会和我们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人际关系、财务、工作、生活环境等等都会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来适应新的高频能量。这个具体的会在每个月的能量预测里再展开。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